嗨，这里是 Dimin Studio。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一款由这个热情老师所生产的铝合金琴声。那我收到的版本是他们所做的16孔for 铃木的这个 Fabulous、Sirius 还有 SCX。那你把盒子拆开来之后，你就会拿到琴声以及一个它上面的不锈钢的垫片。好，那我们先从琴声来看起琴声使用铝合金材质，比较多人会有疑虑的地方在于它会不会氧化包含像之前的这个 Honor 的 Master Class 早期都有蛮明显的氧化的问题。好，那热情老师也一再强调说，他有做阳极处理会让这个琴声的耐用度提升很多。好，那我们从外观来看起。这个琴声你手摸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像是一般的金属琴声会有非常锋利的这个直角它有稍微做了一点这个转角的处理所以你在摸的时候是不太会有问题的。那它表面呈现这个比较亮白的这种银色，比较亮白的银色。好，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特写一下这个琴声。好，特写一下。高音的地方它有做这个像 Fabulous 的这一种斜坡，然后它有把它收窄所以理论上会比较好吹一些。然后中间它有把它挖空重量会更轻。好，那另外一边也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特写。好，那这个琴声呢，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有把这个垫片做到这个琴声上。那垫片做到琴声上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好处，第一个就是安装很方便，不会因为你手不巧或者是你不小心碰到撞歪，它就造成漏气。所以垫片装在这个金属琴声上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曾经买过 Suzuki 的 Fabulous， 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琴友在拆装过后，琴的气密度就会不好，你就没办法恢复原本的那个样子。那垫片跟琴声设计在一起就有这样的好处。那为了防止这个吹嘴面跟按键大量的接触，所以热情老师也特别说，他提供了一个这个不锈钢的垫片，你就把它垫在这个原本的琴声上面，那你的按键就会直接接触这个不锈钢的垫片，可以大大的增加滑顺度，还有这个琴声的耐久度。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还不错。等一下我们实际装上去，然后来感受一下。OK， 那背面的地方它有帮你打上这个 Suzuki 的 logo，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 Suzuki 的 logo。好，那这个还原度感觉蛮高的跟我印象中的那个这个字样是类似的。好，那整体的重量拿起来还蛮轻的，跟这个我所有印象的这个塑胶琴声它是类似的。那我们聊到这个塑胶琴声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想说，那为什么我要买金属的琴声？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塑胶琴声会有什么问题。塑胶琴声最明显对于一般的口琴人来说，它在高音的地方，因为它在生产的关系，它会留这个在风道里面会留一个凹槽，那这个凹槽会实际影响到你在吹奏高音区时候簧片反应的速度。那如果有一些嘴型比较不好的琴友们，就会发现，甚至你在吹高音的时候会有这种叽叽叫的情况出声就是它会不好吹之外，它还会产生一个很高音而且刺耳的声音。那金属琴声它的做法就不同它的生产的状况不同，所以它就可以直接避免掉这个问题。所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在高音的地方在这里它是直接下去做一个斜坡，然后缩窄它旁边没有预留这个塑胶的这种空间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甚至塑胶琴声有时候在做的时候，它会那个凹槽会留到连中音区都会有所以这个东西在金属琴声上是可以完全避免掉的。那塑胶琴声还有第二个问题是，
它在做出来之后，使用一段时间，它会有一点点的变形。好，那这个变形可能会影响到你簧片贴上去的这个密合度不够好，或者是你按键因为变形，它开始会有一点卡。好，这个都是塑胶琴身会有的，所以包含我自己的这个口琴 Fabulous， 我把它换成塑胶琴身，我都有在对这个塑胶琴身做打磨。好，那金属琴身比较多可以避免掉这样的问题，因为它的第一个是它的这个强度，好，就会明显比这个塑胶琴身高，好，然后再来是它的稳定度也会比较好，好，所以如果琴友们想升级的话，我觉得往金属的这个角度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但是金属琴身它会带来另外一个不同的声音特性，就是它的高频会比较多，好，所以如果你是喜爱这种低音比较多的琴友们，好，那这种琴声，好，金属琴声，你可能就要思考一下，或者是你要多方比较一下，看这个声音是不是你喜欢的。OK， 那这个琴的这个琴声啊，我等一下会把它装到我自己的这个 Fabulous 上。好，那我自己的 Fabulous 我也用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换上金属琴声，我应该可以明显感受到它有某方面的不同。好，那到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下音色的测试，然后这个金属琴声的这种感受，我们使用一段时间再来分享给大家。好，我们接下来来比较一下原厂的音色，好，跟金属琴声的音色。好，那我现在使用的是 Fabulous， 好，那装上这个塑胶的琴声。那我会分别比较小、中、大的这3种音量，好，给大家听一下。那你可以比较一下塑胶琴声跟热琴老师所提供的铝琴声的声音。好，那这个距离麦克风大概距离我一个手掌那加上大概5公分左右的距离。使用的是 SE 的 T2 电容式的麦克风。好，那我们就开始录一下声音给大家听。好，小声的。好，接下来中等的音量。好，接下来是大声的音量。好，那我接下来要把琴声换成金属的，那一样会录制这个音色的比较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刚花了一点时间，我们把铝琴声装到了我的 Fabulous 上面，好，给大家看一下。好，应该很明显看得到琴声的颜色不一样。好，那我们一样来做小、中、大的音量以及音色的测试。那这时候麦克风的距离跟刚刚一模一样，就是一个手掌大概多5公分的距离。好，来小音量。好，中等音量。大音量。
给大家听一下按键声。这个按键很顺明显的这个顺畅度是跟塑胶琴声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的按键声也蛮小的，我觉得不错。然后刚刚有提到重量的问题，就是它拿起来跟我原本用的那个塑胶琴声是差不多的，可能重一点点但是这个手感我觉得是 OK 的。我们平常演出会拿着麦克风，那我觉得这样的这个重量是 OK 可以接受的。好，那接下来我就会花一段时间去体验它带去学校的教学啦，然后可能有一些音乐作品会用这个琴声去录制感受一下这个琴声在这把琴上给我带来的这个感觉。这里也有几项这个参数啊，是热琴老师所提供给我的，那我也分享给大家。好，第一个就是它的升级成本很便宜，不到500元人民币。好，那如果你在2023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换算成等值的台币，大概就是2000至2500块之间。好，那我所收到的这个16孔，它的售价是人民币448元。那14孔的是428，12孔的是418。好，那我觉得以这个范围区间来说，你可以体验到金属琴声的音色。我觉得它是一个蛮不错的路线，感受一下你的琴换上不同材质的琴声有什么样的声音表现，什么样的吹奏感受。那第二个就是它比起这个原厂的铜镀银琴声，或者是你在外面买到的第三方配件钛琴声，都有更轻的这个重量。那我初次这样拿，我会觉得它好像跟塑胶琴声好像没有差多少。不确定它是轻还是重，但是我觉得拿起来是差不多的，几乎跟这个原厂琴声是一样的这种感受。接下来我们来实际测试一下3款琴声的重量。第一个是 Fabulous 的原厂琴声，铜镀银的材质，好，重量约在452克。好，接下来这个 Sirius 原厂塑胶琴声，包含铜片的，重量在106克。好，最后是我们铝制琴声，重量在98克左右。那在拿取的时候，你会明显感受到这个铝琴声确实是比较轻的。这边有一个小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的琴很重，你在演奏一些非常快速的音阶，加上一般我们演出我们都会手持麦克风会握着，那如果琴很重，你会发现你在吹奏一些快速音阶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停不下来。那严重一点，甚至你会撞到嘴唇，撞到牙齿，像我个人就在台上有撞到2次过。好，那平常练习跟录音就更不用说，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所以比较轻的这个琴声，我觉得它在演奏上，它是有一定的好处。然后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常常携带口琴出门的，那这个重量绝对是对你来说是有差的。OK， 好。那热琴老师他这个金属琴声有几个特点。好，第一个就是它的高音风道，好，给大家看一下。好，高音风道的地方他说他有这个参考 Fabulous， 也就是 Suzuki 的最高级琴款 Fabulous 的高音区设计。好，那他在这地方有做斜坡，有做这个风道缩窄的设计，那会让高音区变得比较灵敏，比较好吹。好，那再来是他把垫片做到琴身上。那像原厂的这个 Fabulous 的琴身，它的垫片跟它琴身是分开的。很多琴友在安装簧座板的时候，安装吹嘴，因为他没有什么经验，所以就会很容易让你的口琴装一装变得很漏气，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当你把垫片跟琴身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可以解决这个安装的问题，解决安装也解决口琴漏气。好，那这个表面如果用久了会有不滑顺的状况，所以在这个热琴老师他也提供了一个这个不锈钢的垫片，让你可以安装在琴身上。哇，那这样就可以增加
这个按键的滑顺度啊，以及这个琴声的耐用度，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OK， 那再来就是琴友可能会在意到的铝合金会有氧化的问题。像早期的 Hohner Masterclass， 它用铝合金的琴声，它可能没有处理得很好，所以就氧化造成簧板跟琴声之间会有缝隙，会漏气。我自己就买过一把早期的 Masterclass， 那它实在太漏气了，所以我后来决定就把它卖掉了。好，那之后大家会对于这个琴声做比较好的阳极处理，所以它就会大大提升这个琴声的耐用性。好，那这个状况我们之后装上去，我们真的实际来吹奏一段时间，再来看看里面的这个琴声的变化。OK， 那接下来我就把这个琴把它装到这个我自己的 Fabulous 上，好，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琴声更改之后它带给我们什么音色上的变化，或者是吹感上的变化。那我们顺手也来录制一下这种声音的参考档案，给大家听。好，你实际听，你才有办法感受你到底换了有什么差别。好，我已经使用这个琴声搭配我的 Fabulous 一段时间，那有几项心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它重量很轻我真的很满意就跟我之前拿的这个塑胶琴声是一样的。那我觉得愿意带出门的器材才是好器材。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在玩摄影，你就会发现，当我要买一台性能好的相机，光圈大，或者是焦段长的这个镜头，那我的体积重量势必就会更大更多。那当达到一个临界值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很难带它出门。那我觉得口琴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所以我觉得买到一款可以带出门的口琴，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那这个琴声的这个重量就是我 OK 而且很满意的。那甚至有时候我会带一款12孔的入门级别的半音阶一起去学校示范给学生听。好，所以重量的部分 OK。那接下来是我觉得按键的顺畅度，我给大家听一下。好，这个按键的顺畅度跟这个声音都是非常小的，但是我不确定是
我的吹嘴跟我的按键已经磨合到一定的程度，所以才没有什么声音，还是它真的很滑顺，这个我不敢跟你确定，但是我可以知道这个按键的速度是符合我练琴的需求的。我之前其实有测试过蛮多款半音阶，就是大部分这个按键都没办法做到就是非常的顺畅，所以这个按键的速度对我来说是 OK 的。那这个速度也是在我之前的塑胶琴身上我没有感受到的速度。塑胶琴身上它不知道为什么它的摩擦力就是会比金属的大，所以它就会再稍微更慢一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优势。好，再来是它的高音。高音4个孔真的好吹，就跟当年我一开始吹到 Fabulous 一样。那它高音比上我们之前自己手动填补的这个风道来说，它高音的风道又更窄了一些，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声音是啪是打出去是非常直接的声音。所以这个声音我也觉得很 OK。好，那接下来是这个铝合金琴声呢，在我们一般的印象里面都是属于高频比较多、低频比较少的。那我之前用的塑胶琴声就是刚好相反，低频比较多，高频比较少。所以我一换到这个铝合金的琴声，搭配我现在用的 Fabulous 的这个零件，我就会发现，我原本习惯的那个很厚重的这个低音，好像不见了，反而是获得一个比较透亮的感觉。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音色的需求或音色的想象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这种比较透亮型的音色的琴友们，那我觉得它是一款不错的琴声，不管你装在 Fabulous 或者是装在 Sirius 上，我相信都会有类似跟我现在的这种体验是一模一样的。好，那再来我讲一下它的缺点。这个琴声它因为要削减重量的关系，所以它在里面有镂空。好，那我之前其实有试过很多款的金属琴声，还有不同的材质，然后还有镂空不同的位置。那我个人都不管试了几次，我都是喜欢实心的声音。我觉得那个声音是听起来比较有力道、比较直接的。那空心的琴声，它会有一种共鸣感，在你的口琴里面，它会有一种嗡嗡嗡的这种共鸣感，所以这个也是琴友们在选购琴声的时候，你需要考虑的部分。那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这种有镂空的琴声。OK， 那以上的心得给大家参考。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讯息，你可以在热琴老师的闲鱼上找到用户的回馈、用户的评价，还有详细的售价以及其他资讯。那它的名称是16187286，16187286。那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的照片，在百度的口琴贴吧上也有文章的介绍。那连结我放在资讯栏里面。OK， 那我们介绍先到这里，这里是 Diming Studio， 我们下次见，拜拜。